各位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23年8月16日刚刚结束的第4届王中王战最终轮的一盘焦点之战，由李轩豪九段之黑对阵杨鼎新九段。闲言少叙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。本局的解说参考了马小春九段、黄义中7段和胡玉清8段的直播讲解以及决议的分析。执黑的李轩豪九段选择了星小目开局，白棋应以星小目。之后黑棋挂的时候，白棋并没有选择普通的脱退定式，下一手棋直接点掉了黑棋的右上角。之后黑棋挡一飞，接下来白棋选择了顶的下法。这一带由于左下被黑棋挂倒一下，如果白棋拖在此处选择米式飞刀的话，那么黑棋扳住，白棋顶黑棋退，白棋冲完断的时候，黑棋在上方尖，接下来白棋长出，黑棋压，白棋再扳的时候，黑棋可以断。一般认为这个变化在黑棋争子有利的情况下，白棋是不利的。接下来白棋断打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长的时候，由于争不掉这3颗黑子，局部白棋陷入苦战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顶了扳，而黑棋在右下大飞手脚。此手本就是极大的大场，同时也有限制白棋脱退之意。如果现在白棋再去选择脱退定式，那么黑棋得到先手之后，在右上扳完再扳，外围一带黑棋的配置极佳。所以实战当中，下一手棋白棋直接靠了上去，两大高手在此斗智斗勇。黑棋扳住取地，白棋扳，黑棋打，白棋粘住，这也是局部常见定式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次立下，白棋接下来拐头，白棋在这一带不惜让黑棋在下方拿住实地，所追求的就是上方黑棋的这个断点，而这一带白棋的次序也非常的巧妙。下一手棋白棋先压，黑棋在退的时候，白棋在脚步断，试探应手。黑棋当然不能从下方2路吃，否则白棋挡的先手太愉快。而如果黑棋选择在2路吃住的话，那么白棋可以立，黑棋再挡的时候，白棋就可以继续压过去了。此时黑棋不能扳，否则白棋这一断，这一带黑棋的气过紧，这样下方一带黑棋反而被白棋破坏掉。而如果黑棋再退的话，白棋能够多压到一下，再回到上方断吃，自然白棋是更为的满意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在白棋断的时候，黑棋选择了外拐，但这也正是白棋追求的效果。下一手棋白棋顺势一跳，此后战斗当中这颗子发挥了作用。当然黑棋厚实的吃住这颗子之后，下方一带黑棋获得了大量的实地，而且跟左下角这颗黑子的配合也是极佳的。接下来白棋按照原定计划从上方断打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爬。下一手棋黑棋选择了单长，这一带黑棋自然是很想打一下之后再长出，追求一个步调。然而由于下方这颗白子的存在，担心白棋直接加过来强攻黑棋的下法，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单长，白棋自然长出。现在白棋胜率 60%， 双方依旧是2分的局面。然而接下来却进入了双方相对陌生的领域。下一手棋黑棋选择了在边上拆尖夹，李轩豪似乎并没有将白棋这块棋视作外势，反而随时盯着在此靠反击白棋的手段。但决议认为黑棋的这手棋稍有疑问，决议的依选是在脚步先扳，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虎，接下来白棋顶在此处是局部急锁，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详细讲解其中变化。而黑棋在此跳出，白棋爬过，黑棋虎，白棋接下来再退，这样黑棋在上方拆，上方一带将形成战斗，白棋拿住了脚步和右边的实地，这样还是大致2分的局面。而实战当中黑棋这步夹降了15个点左右的胜率。下一手棋白棋针锋相对的选择了在上方飞，这也是眼见的好点。但是此时白棋更为严厉的下法是在此继续顶一手，这始终是这个棋形的急锁。黑棋现在不能够去扳反击，否则白棋这一切断，黑棋的3颗子就被吃住了。先前白棋这步跳的下法发挥了作用，黑棋如果打吃，白棋长出，黑棋气紧冲不出来，再打白棋长，黑棋再冲，白棋打完之后在上方粘住即可。
这样我们看到，如果黑棋再次爬的话，白棋一长，下方这颗子刚好起到了接应的作用。而现在如果黑棋粘住，白棋直接拐吃即可，争子又恰恰对白棋有利，这两颗白子发挥了引争的作用。所以这一带在白棋顶的时候，黑棋只好弯出，白棋接下来再压，黑棋再长的时候，白棋度过。下一手棋黑棋回到脚步扳，白棋可以脱先，再次继续压出，这样双方在这一带形成战斗。总体而言，白棋要稍微有利一些。而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了直接在上方飞攻，黑棋马上按照预定计划靠在了三子正中的位置。白棋此时无法抵抗，这一带白棋气过于紧，如果顶在此处就不叫棋了。黑棋长先手，以后还有虎柱，这块白棋极重，而黑棋已然得到了处理。所以实战当中，杨景新准备了挖的反击手段。黑棋先在脚步扳，这一带李轩豪施展了迷踪拳，这手棋本身也是黑棋很想走到的一个点，而且也有在脚步积蓄劫财的作用，防止这一带形成劫争。白棋自然扳住，接下来黑棋选择从左边叫吃，这个地方黑棋不能从三路断打，否则白棋长出之后已经可以将下方的几颗子看清。黑棋再去吃的时候，白棋断吃即可，黑棋提议，白棋争掉，这样整个这一带白棋轻松转身，弃掉下方几颗子，外围雄厚，而且这三颗黑子不活，上方的黑棋也没有完全安定，这是白棋充分可战的一个图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挖的时候，黑棋从左边打，白棋粘住，接下来黑棋再次粘，白棋断反击。从这个招法看，杨景新九段依然准备弃掉下方的几颗子，在外围获得势力。下一手棋黑棋贴下也是重要的一手，这个地方黑棋不能去退，一定要紧住三颗白子的气，否则被白棋再压之后，黑棋如果再退，现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此时白棋一扳，可以将三颗黑子吃住了。看起来黑棋似乎还有挖的手段，但白棋只需要简单的粘住。由于黑棋的气过紧，这一带黑棋动弹不得。而如果黑棋当初是贴在此处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将三颗白子吃住了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先在此贴，白棋下一手棋长出，也是局部的要点。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够贪恋下方几颗子，否则黑棋在这一带弯出之后，白棋再度变得极重，这样的作战白棋并不满意。实战当中，白棋在上方长出，黑棋兼补，接下来白棋再压，黑棋选择挖吃了白棋的几颗子。如此一来，双方形成了地与势的一个转换，黑棋从下方到右边形成了一块巨大的实地，但白棋外围变厚。现在白棋得到先手，下一手棋选择了在左下夹击这颗黑子。杨景新似乎要将下方一带黑棋的潜力破掉，然而这手棋是杨景新的重大疑问手，此手降了25个点左右的胜率。此时白棋盘上最大之处是在上方尖，对于这样的手段双方自然都知道，但是这一带的选择主要是看对形势和大小的一个判断。白棋尖完之后，上方的几颗黑子被吃住，白棋不仅实力大增，而且与中腹一带的势力形成配合，上方一带的发展潜力广大。至于下边一带，如果黑棋现在回来守一守，白棋再拖，黑棋的效率并不高。而如果黑棋选择在脚步靠的话，白棋再加也来得及。但实战当中，双方似乎都认为左下一带的价值更大。下一手棋白棋加，黑棋此时直接在上方出动也是可行的。实战当中，李轩豪选择了尖，黑棋的这手尖也是相对少见的下法。那么为什么黑棋不直接靠在3-3呢？这是局部最常见的定式，但现在如果黑棋靠，担心的是白棋再次扳的下法。黑棋再断，白棋长出，接下来黑棋挖的时候，白棋可以从2路打吃，黑棋打，白棋一种方案可以直接提吃，这样双方各提一颗子，虽然看起来实际上黑棋稍多一些，占据了角地，但是白棋的方向极好，这朵花抵消掉了黑棋右下一带的后卫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白棋得到先手，下一手棋回到上方尖，这样依旧是白棋充分的一个局面。如果黑棋打的时候，白棋也可以考虑在此立下，
黑棋再粘，白棋补一手。这个定式局部而言认为是黑棋稍优，但是现在白棋的方向依然极好，下方一旦被破坏，这样黑棋也不满意。所以实战当中，李轩豪选择尖在此处，期待白棋挡住，黑棋再尖，这样黑棋已经起到了阻止白棋拖过的作用。那么接下来左边的逼住和下方一带对这颗白子的进攻形成剑合，而决议此时依旧执着地认为白棋应该赶快脱身，在上方尖一手。但实战当中，杨鼎新选择了拆二，黑棋再贴下。马小春九段的意见，此时这一带白棋已经将自己简明处理，而且这几颗子都相对较轻，还是应该回到上方尖一手。但实战白棋在此再尖，这手棋却诱发了黑棋下一步的好手。接下来黑棋靠在此处，这手棋使得白棋十分的难受。现在如果再退，那么先前的这步尖就成为了问题手。而如果白棋在此强行扳，被黑棋扳住之后，由于下方这颗子不活，这一带白棋也无法动进。实战当中，白棋只好在上方长出，那么黑棋再阵，先前靠和白棋长的交换就防住了白棋在此跨出的手段，黑棋这颗子成为恰到好处的引征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面对黑棋的阵，白棋下一手棋选择了拆一。这一带或许有棋友会有疑问，为什么白棋不离一拆二呢？白棋所担心的是黑棋在下方二路拖的手段，如果退，黑棋已经便宜，而如果扳，黑棋可以扳起，这样周围黑棋子力众多，白棋一旦被分段，白棋陷入苦战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后实的再次拆一，将中央的跳出和边上继续拆视作是剑合的好点，而黑棋在这一带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终于李轩豪抢到了右上的要点，白棋在扳住的时候，黑棋扭断也是局部最佳下法。此时白棋如果扭十字长一方单退在此处，那么黑棋只需要打了之后虎做活即可。白棋再去打吃的时候，黑棋爬出做活，这样上方黑棋活棋之后，实际上黑棋又有所斩获，黑棋也足可满意。和先前白棋尖在此处相比，差别是巨大的。而实战当中，杨鼎新选择了打完之后粘住的下法，黑棋此时当然不能够贪恋脚步的几颗子，否则白棋打吃成为先手之后，这一退，黑棋上方反而全军覆没了。实战当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挡下，黑棋就后实提掉，这样上方一带白棋虽然吃住了黑棋的几颗子，但只是干子而已，而且外围一带还有扳靠等等的一些借用。现在黑棋胜率57%，在上方一带的战斗，黑棋还是便宜。接下来白棋选择了强硬的逼住黑棋，杨鼎新似乎依旧认为黑棋的这块棋没有安定，要发挥中央一带后卫的作用，以挽回右下一带实际上的损失。而黑棋接下来马上点33，这种地方星位只要不是小飞或大飞手脚，稍远一点，黑棋点33都是绝对的好点。白棋挡住，黑棋长，白棋接下来选择扳了连扳，夺回脚地的下法，黑棋则在边上拆花。白棋选择这个定式，一来为了照应上方一带的战斗，同时也是考虑到左下一带黑棋靠完之后，白棋这个铁头对这朵花的一个限制。接下来白棋马上靠了上去。从后续进程看，这一带双方展现出了精准的算路，而李轩豪似乎略胜一筹。这波靠白棋的应对大致是两种，一是退，二是扳。我们先来看白棋退的下法，如果退的话，黑棋可以在脚部先立一手，白棋挡住的时候，黑棋接下来可以继续压。现在白棋扳是不成立的，这是马小春九段的一个研究结论。因为这一带黑棋的点是先手，脚步逃出，白棋无法忍受，白棋在尖的时候，黑棋下一手棋就可以直接切断了。白棋接下来长出，威胁在此搬出反击，黑棋可以先在上方挤一手，继续试探白棋。白棋无论是忍耐还是在此断打，接下来黑棋都可以强行顶住。白棋再去打吃，黑棋这步打就成为了先手。而如果白棋此前是粘在脚部，也是大同小异。长出之后，黑棋一团，局部的对杀，白棋气不够，
白棋再走，黑棋搬，这样黑棋将上方的白棋吃住之后，已经是胜势，白棋大损。所以这一带在白棋退黑棋再压的时候，白棋只能再退，这样黑棋再压，由于上方点的手段依然存在，白棋还是只好再退，如此黑棋已然获得了便宜。以后这一带靠先手，中负一带，黑棋变后，白棋被压缩，白棋不太肯。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了搬反击，但黑棋的断又是严厉的一手。杨定新九段在这个地方似乎漏算了一手棋，下一手棋白棋按照预定计划打出，而决议此时已经建议白棋不能在此恋战，简单的打一下挡住，黑棋在吃的时候白棋打，黑棋再长出，白棋就脱先回到下方一带去行棋。然而实战当中，杨定新选择了打完了粘，他以为黑棋再次拐头，白棋吃住，这样自然是白棋的理想图，这一带的距离也刚刚合适。然而实战当中，李轩豪却下出了一步妙手。此时黑棋并不是单纯在中央拐，而是在上方立完之后先虎了一手，这手棋使得白棋颇为的为难。这一带放任黑棋度过，白棋自然不肯，但是白棋如果挡下的话，黑棋将强硬的夹住，如此一来，白棋如果再次打，黑棋可以拐头，白棋再去挤的时候，黑棋再次打吃即可。白棋提吃，黑棋的搬是先手，这样上方一带即使形成结争，对于白棋而言，这个结也是极重的，涉及到上方整块棋的死活。那么这个图白棋不能够接受，而如果此时白棋选择从一路搬反击的话，黑棋可以在此叫吃，白棋再冲出的时候，黑棋还可以搬在此处追求效率。现在白棋在这一带依旧颇为的难应，白棋如果搬在此处的话，黑棋有立了之后团直接做活的手段，这样一来，接下来白棋在粘的时候，黑棋就提吃，如此结果白棋在这一带全部走的都是单关，上方黑棋做活，中央黑棋变后，白棋自然不肯。而且决议认为，在白棋搬在此处的时候，黑棋甚至可以在下方交换一手之后，在此再靠继续拿捏白棋的棋形。总之这一带的战斗，黑棋要更轻一些，而白棋更重，所以这个图杨定新最终也没有选择。实战当中，白棋只好选择从二路打完之后粘住的下法，黑棋再拐住头，但如此一来，白棋只好从二路爬过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爬的时候，这一带黑棋无疑是便宜了。接下来黑棋再次长出，护住自身缺陷，同时以后这个尖也成为了绝对的先手，黑棋随时有再次逃出的手段。外围黑棋逐渐变厚，而白棋原本厚实的这一带现在却出现了保卫。下一手棋，白棋从下方跳起，处理自身的同时威胁左下的黑棋，黑棋接下来马上尖掉，白棋粘住。这一带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，黑棋花了一手棋的代价，却将自身全部处理好，同时逼迫白棋从二路爬回，黑棋可以说是大获成功。此时白棋胜率降至了 16%。 下一手棋黑棋再长，白棋继续爬过，接下来黑棋尖，这是让白棋非常痛苦的一手棋。这一带如果粘在下方，被黑棋在上方一带冲断，中央这颗子如果被割下，那么整个右边的白棋都变薄，上方随时可以再次虎出，这个结果白棋不肯，所以实战当中白棋粘，而李轩豪接下来展现了极高明的攻击的实力。下一手棋黑棋在下方点，此手一来破坏白棋眼位，威胁此处的冲断，同时也是一枚巨大的官子，白棋自然不肯挡住，被黑棋便宜。下一手棋白棋跳反击，黑棋顺利爬回，接下来白棋再挤防住此处冲断，黑棋就简单一退。虽然白棋吃住了这颗子，但是黑棋接下来双风贯耳，从左边又飞一手，继续搜刮白棋，而且也安定自身的脚地。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搬，这当然也是极大的一手。先前我们说过，这一带由于随时有虎的味道，一旦被黑棋再次跳出，这一带被黑棋吃住，白棋实力损失极大。
而且跳完之后上方的虎和对于下方这块棋的进攻成为了剑合的要点。白棋搬在此处，以后粘还是先手，中腹的白棋再度变后。下一手黑棋选择了在上方跳，从此手看，李轩豪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意识，或许李轩豪将这一带的跳出和上方这个跳视作是剑合的好点。此手跳完之后，防住了白棋逃出的手段，中腹黑棋也变后，以后一旦这一带将白棋封锁，黑棋在中腹也有了潜力。但是这手棋更积极的下法是在下方一带尖出，或者在此阵先攻一攻白棋。我们继续欣赏实战当中，黑棋跳完之后，白棋马上在脚步搬抢空破野，而黑棋继续贯彻安全运展的策略，下一手棋跳完之后联络，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先粘也是好次序，白棋只好提吃，黑棋再度过。接下来白棋再次冲，黑棋顶住，下一手棋白棋选择了在中央飞，这也是一子多用的好手，既加强右边，同时也照应下方这块棋，而且在中腹一带白棋也出现了一定的潜力。下一手棋黑棋马上在中央走了一手。明月看到这手棋，第一感想到的就是日本古代棋圣秀策下出的耳赤的妙手，此手也是一子多用，双方必争的天王山好点。上方一带黑棋继续膨胀，而白棋下方的阵势受到了限制，同时左边一带黑棋在此贴起或者飞出的价值急剧的增加，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再次拐出的下法。但是这样的交换黑棋本身就已经便宜了，黑棋顺势将左边这朵花加强处理。但决议在这个地方却有一个要点一直在强调，就是他认为在下方一带定型之后，由于这一带白棋随时有断打的手段，黑棋的气还是比较紧的。下一手白棋可以靠在此处，如果黑棋在此挖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在粘住的时候，白棋可以在此虎住。这样一来，通过弃掉下方这几颗子，白棋在中腹一带急剧的增厚，防住了以后黑棋穿等等的一些手段。而如果在白棋靠的时候，黑棋选择单长的话，白棋依然可以在此顶住。黑棋再冲，白棋挡，黑棋再冲的时候，白棋挡住即可。这一带以后虎还是先手，外围的白棋依旧是得到加强了。但实战双方对于这个地方的要点似乎都视而不见。下一手棋白棋再次冲出，也是我们人类的正常思维。黑棋搬，白棋再搬，黑棋顺势一退，白棋虎的时候，黑棋趁机也将上方这颗子彻底吃住。白棋再虎，黑棋长出，这样黑棋两边都有收获。而白棋的这些下法目前看还是单关。下一手棋白棋点在此处，这当然也是白棋在此出头所追求的一个效果。此时如果黑棋挡住的话，白棋可以在此立下，黑棋再团，白棋脚步的这个力成为先手，这是让黑棋无法忍受的。原本黑棋在此搬，白棋是只能补在2-1路的，所以实战当中面对白棋的点，黑棋选择了压出反击。而决议依旧在执着的强调，既然白棋不在下方顶，黑棋就率先动手，从下方一带分段反击白棋。实战当中黑棋在此压出，白棋下一手棋的立下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局部手筋。这一带如果白棋只是冲的话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退，以后黑棋在2路一拐，局部还是活棋。而白棋立在此处，就彻底的破掉了这一带黑棋的眼位。杨鼎新要对黑棋这块棋发动猛攻，以挽回之前的损失。但黑棋也毫不惧怕，下一手棋先点刺，白棋粘的时候，黑棋搬。此时黑棋胜率 78.4%， 盘面领先10到11目。下一手白棋拐过，黑棋在下方阵要求白棋补棋。白棋接下来单关联络，这一带黑棋的交换，从人类的视角来看，里和外黑棋自然是便宜，但 AI 认为黑棋这手交换使得这一带原本的间断的手段变得不成立，胜率上黑棋稍降。下一手棋黑棋顶，白棋挡住的时候，黑棋在压住，但这手棋也体现了李轩豪连贯的思维。此手阵与左边一带的下法是有关联的。接下来白棋在此搬，同样是要点，如果被黑棋先搬到一下，
那么这一带黑棋的防线将十分的完整，而白棋搬在此处，随时威胁在此断出，继续追究上方黑棋大龙不活的毛病。接下来黑棋选择了跳在此处的下法，但这手棋马小春九段第一眼看到就认为是疑问手，他觉得既然黑棋不敢搬，担心白棋在此断，那么跳在此处，白棋以后依然有断了之后长出强硬反击的手段，所以既然要补棋，那么黑棋最佳的下法是跳在上方，将这个断的问题彻底防住，这也是决议的一选。而实战当中，黑棋在下方一路跳，自然是想更多的成一些空，不过这个地方确实暴露出了各种的缺陷和弱点，毕竟这两颗子的联络也是有一些问题。然而恰恰是这些弱点使得杨鼎新接下来下出了本局最后的败招。这个时候白棋悠然的选择在中央跳一手，实际上这一带白棋的粘是先手，这个局部白棋并没有什么保卫，而白棋跳在此处或许是认为空中即使黑棋补一手，白棋也有各种施展手段的可能，但这手棋使得白棋的胜率从 42.8% 降至了 23.1%。 决议认为白棋的此手应该在上方压，白棋的态度很明确，黑棋上方一带的潜力和左边中腹的潜力不能够兼得全部成空，这样黑棋在扳住的时候白棋跳入，黑棋在靠白棋可以扳，黑棋再次顶一下，这是黑棋的先手权利。下一手棋黑棋再次单退，白棋夹住，这样我们看到中腹一带黑棋潜力增加，但左边黑棋的空被白棋破掉，而且接下来由于这个断点的存在，黑棋大致还要再补一手，如此是双方大致2分的一个格局。或者更为直接的下法，白棋可以在下方一带点在此处，或者在右边一路点，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。瞄着这个断点的同时，随时将黑棋这个地方的潜力破掉，同时下方一带黑棋也出现了一些联络上的缺陷。此时黑棋如果双住，白棋长即可，黑棋再粘，白棋飞回，左边的断点依旧存在，这一带白棋也足可满意。总之这个地方白棋必须采取一些手段，而实战当中白棋这一跳被黑棋恰到好处的一刺，白棋无奈只好再补一手，否则这一带冲完之后断，白棋下方这块棋也没有活境。白棋补在此处是盯着下方靠的手段，紧住了黑棋一气，但是现在棋盘上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从下方转移到了中央，黑棋自然不会再应。下一手棋黑棋在中腹补了一手，当初看起来黑棋各种的断点，现在反而全部成空，效率无疑是极高的。那么下方这手跳现在看来反而成为了好棋。当然杨鼎新在这一带是准备了后续手段，接下来白棋在中央横顶，黑棋退回的时候，白棋下一手棋再冲，黑棋扳住，然后白棋释放胜负手直接点了进来。现在白棋能否在黑棋空中出棋成为盘面胜负的关键。下一手棋黑棋挡住防御，白棋接下来再跳点，黑棋冲，白棋现在如果直接冲的话，黑棋断必然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出，而白棋此时再长的时候，黑棋厚实的压住即可。这一带白棋如果再走，黑棋可以从下方粘，下一手粘回，白棋在这一带一无所获。而现在白棋如果吃，黑棋就简单的打住，这样的一个结果，白棋在提的时候黑棋再次挡住，白棋如果再粘，黑棋从右边堵住，这一带白棋并没有破掉黑棋多少目数，反而损失了右边的大官子。但如果不粘被踢回，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全部成空。所以这个图杨鼎新并不满意。实战当中看到这一结果，下一手棋白棋在此先靠，继续试探黑棋的应手。如果黑棋此时挖反击的话，白棋可以在此挖，左面的断点变得极其的严厉。而实战当中黑棋在左边补一手也是一选，这样白棋接下来再冲和刚才的结果就有一些不同。黑棋如果还是去断的话，白棋断吃，黑棋再长，白棋粘住。此时我们看到当黑棋再去压在此处，有了这两个交换，白棋可以拐出，这一带黑棋依旧有断，
而如果黑棋粘住，白棋常成为先手，下一手棋再冲，可以将中腹的黑棋吃住，这自然是白棋的理想图。但是李轩豪也已经判断清楚形势，下一手棋黑棋就直接吃住了左边这颗子，中腹一带，白棋再退，黑棋贴住。黑棋虽然做了些许的退让，但是依旧牢牢地掌控着局势，棋盘在急剧的变小。此时黑棋胜率 83.4%， 盘面领先10目棋左右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搬中腹，想要成一些空，但这个地方决议又给出了一个官子的手筋，白棋此时应该在上方断一手，瞄着这一带打等等的手段。黑棋在此单退的时候，白棋再从上方挖，这一带有双吃，所以黑棋只能从右边打吃，这样白棋从上方顶住，黑棋提，白棋再打，黑棋这一带气极紧，只好再补一手，然后白棋再从右边跳入，这样是最佳的一个官子次序。而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在中腹围控，同时压缩黑棋上方阵势，但总的看来，黑棋上方的后卫和左边一带的后卫全都转化成了实地。现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决议一直强调白棋中央不要跳，应该在上方压一手，使得黑棋两边不能兼顾的一个下法。接下来黑棋扳住，白棋连扳的时候，黑棋断打先手，之后打在此处也是强硬的一手。白棋再长的时候，黑棋在此贴住，这一带白棋再去吃这颗子已然是后手，黑棋先手在中腹定型，抢到右边的挡住，自然是黑棋满意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冲在此处，如果黑棋挡住，白棋就可以从上方扳，这一带黑棋的气极紧，而黑棋再补棋的时候，白棋一粘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冲回和这个断吃是必得其一的好点，这样白棋目数上有所收获。但李轩豪的判断非常精准，下一手棋黑棋直接厚实的吃住了白棋的两颗子，赢棋不闹事。之后白棋再扳，黑棋扳住，白棋接下来回到右方粘，这也是防止黑棋逆收的大官子。黑棋打吃，白棋再贴，这手棋贴完之后，接下来就产生了夹在此处的手段，但李轩豪机敏的补住了。之后白棋在下方靠，这手棋千呼万唤使出来，然而现在时机已经晚一些了。下一手棋黑棋马上尖在此处反击，当白棋粘黑棋挖的时候，白棋再回到下方打吃，黑棋现在如果粘，那么这一带有扑了之后打的手段，下方的断打是先手，空中就出棋了。但是中腹一带已经定型，这块黑棋已经彻底安定，这个打的价值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大了。下一手棋黑棋粘住，双方再度形成转换，白棋在这一带破掉黑控，但这个局部白棋靠的这手棋也损，双方还是斗了一个旗鼓相当。下一手棋白棋在右边爬一手，先手收官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再提吃。接下来黑棋在中央逃出，这也是当初黑棋并在此处补棋留下的手段。白棋粘住，黑棋连回，双方进入了小官子的一个争夺，而此时黑棋的胜率已攀升至了 99%， 盘面依旧领先10目棋，棋盘越来越小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冲，黑棋顶住，白棋粘，黑棋接下来在中央冲一手，黑棋将自己的先手全部都兑现掉，白棋回到上方断的时候，黑棋吃一手，之后白棋挤在此处，这手棋有利也有弊，黑棋粘住之后，白棋在这个地方撑住了一目棋，但是下方一带给黑棋多了一个挤在此处的手段。下一手棋白棋强行挡住，黑棋在上方先手定型，接下来抢到了脚步的扳，这也是极大的官子。白棋在脚步定型之前，先在右边扳了一手，此手棋看似价值极大，似乎是先手，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地方有断点的存在，黑棋扑完之后，即使白棋进来，局部以后也留有接不归的手段。下一手棋黑棋针锋相对，既然白棋脱先，黑棋马上在脚步定型，这是绝先，白棋只好吃，黑棋接下来再尖，白棋长进去的时候，黑棋挤，白棋粘，左下定型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之后黑棋抢到了脚步，2路的扳，白棋
眼见黑棋脱先，在右边打吃，然后再从脚步扳住，黑棋挡住，整盘棋犹如一场马拉松，双方竭尽全力你追我赶，现在眼见即将到达终点。落后的杨鼎新虽然擅长后半盘的官子收束，然而此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下一手棋，白棋在上方先手打，黑棋扑完之后粘住，接下来白棋提吃这颗子，确保这块白棋的安定，消减黑棋挤在此处的威力。但黑棋继续挡住，接下来白棋提吃先手，黑棋粘回之后，白棋再尖，黑棋挤，白棋冲，黑棋粘的时候，白棋粘是先手，这一带不能够被白棋挤进去，否则脚步一扑，这一带黑棋有一连串的接不归，这个地方还有气紧和断点的问题，所以实战当中黑棋粘住，白棋接下来再挤，黑棋在脚步扑，先手便宜目棋之后，接下来还是挤在了此处。这手棋并非是要强攻白棋大龙，而是借助这一带对白棋的威胁，加速全局的定型。白棋打吃先手，瞄着一路的扳过，黑棋粘住，接下来白棋并没有在这一带补住黑棋打完之后做劫的这个威胁，形势所迫，白棋在上方再扳一手，而李轩豪也不闹事，后势提吃，白棋粘，黑棋就挡住，这一带的威胁始终极大，一旦被黑棋先手打到，下方提吃，整块白棋大龙变成劫火，这个白棋无法忍受，所以最终白棋还是选择了回来粘住，黑棋在上方挡，白棋在扳，黑棋提吃，至此黑棋盘面领先10目左右的优势不可动摇。杨鼎新眼见全局官子已经大部收束完毕，也不再坚持，庭中认负。本局双方进行了一个功利的比拼与较量，在右边一带的战斗，李轩豪的这步家有一些勉强，但最后战斗的结果，白棋错失了上方尖在此处，吃进黑棋的要点，被黑棋出动之后，双方形势再度形成了2分。但是在最后左边和中腹一带战斗当中，杨鼎新下出了跳的这步败招，此后李轩豪安全运转，没有再给白棋丝毫的机会。这盘棋结束之后，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复盘研究。是应该挺厚的时间，可以到时间。那就是最近我也能看。这是我不生日那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之前的冲动已经得到了惩罚，明月衷心的祝福2位棋手能够放下恩恩怨怨，莫被两性旁人和一些跳梁小丑看了笑话，共同携手在此后马上进行的围甲联赛以及各项世界比赛当中，能够为我们中国围棋打造出一片美好的未来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